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仁成，非常开心看大家。哎呀，今年确实不一样了，红了现在。以前节目都是我 Q 嘉宾，今年都2个嘉宾 Q 我了，流量尽是我自己。啊，这是进半决赛很不容易，想跟大家讲点心里话，聊点我自己想讲的话题。我爱吃饭，绝对不开玩笑。我从小就想成为一个美食家。我小时候的偶像是哆啦 A 梦，我觉得他是最热爱美食、最纯粹的，因为他不用吃饭，但他天天吃饭。我关心的就只有吃饭而已，所以说实话，现在生活没有什么动力，我的能力已经完全覆盖我的欲望了。我现在每个月轻轻松松月入20万，大卡，毫无压力。我对生活要求真的很低，真的每天只要能吃2碗猪脚饭，我就很开心了。2碗都不让吃，好歹是个明星啊。所以现在有时候真的就是压力太大了，我就真的很想逃离北上广，我想去龙江，猪脚饭的故乡，定居下来。从那天起，只关心猪脚和酸菜。面朝大碗，春暖花开。我真的太喜欢龙江了，我太喜欢龙江了。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黑龙江的人。不是说于香雨哈，这个梗确实非常幽默。圈节目结束之后，说实话，我以为以我这个表现和我这个条件，我关于美食的节目我应该接到手软。每天一出门，陈小青就抱着我的大腿，跟我说：“小刘别走啊，舌尖上的中国没你不行啊。”我说：“不行啊，小青，霆锋那边还等着我去风味人间呢。”这时候黄磊走了过来，都别跟我抢。没有刘仁成，我将不再向往生活。一个都没有发生，一个节目广告都没有接到，甚至前2天有一个快餐品牌，他点名要一个脱口秀演员，我觉得该轮到我了，我相当权威。你们知道我这辈子吃了多少汉堡吗？谁能跟我比？也就毛豆可以一战。结果最后我俩双双落选。品牌方他选择了一位帅哥，他选了张俊。我认为甚至不是帅哥，那是。张俊，他懂汉堡吗？他知道巨无霸跟不速之霸的区别吗？他知道吮指原味鸡有几种吗？他知道什么是布里欧修面包坯吗？这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巨无霸是3个面包片加2个肉饼有蔬菜，不速之霸是2个面包片、2个肉饼、2个香肠没有蔬菜。吮指原味鸡有5种，最好吃的是鸡三角。布里欧修面包坯的特点是黄油含量超50%，口感绵密细腻，味道香甜醇厚。这些事儿张俊他知道吗？你们也别怪我情绪激动，他触碰到我的逆鳞了。而且咱们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有一天张俊，他打开他的蛋白粉，发现是我代言的，你看他都不崩溃。哎，可是最后品牌方还是给了我解释，他说没有选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快餐品牌，他们不能找胖子，可能是我学历低吧。我听不懂，
这有什么关系吗？但我还是不敢提他们的品牌，因为确实太大了，我也怕收律师函什么的。我只能告诉你们，现在每次路过他们的门口，我都感觉我才是那个真正的小丑。我真的很难过。我们胖子门窗，一家都是卖门的。这个节目真的值得我付出这么多吗？以后进不了卖门的门了，挺难过。好像很久没有在那种美食广告中看到一个小胖子了。现在什么广告都是那些帅哥美女，他们看起来就不爱吃饭。在2025年，3年6班的李子明同学喝不到他妈妈给的牛奶了，他妈让他减肥，喝点无糖可乐。其实细心的朋友能发现，这里特别值得去插入一个商务，但他也没有选我。冠军！但没事儿，我相信只要我讲得好，观众朋友们会选我。我感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大家对这种吃饭的爱就没那么纯粹了。我感觉好像是从热量可以被精准的计算开始，大家都太在乎、太谨慎，有点魔怔了。你们有没有跟这种人吃过饭？就是他跟他吃饭，他就要计算每一口的热量，每一个口。吃个饭那里30大卡、50大卡、40大卡，吃个饭我以为上国道了，全是大卡。我家人就跟朋友吃饭，他更过分，他还没有吃就在那算热量，因为他做数学题让他算来算去，算得我都崩溃。我说哥哥你别算了，这是烧烤，这不是高考，别算了，这道题就跟我做，姐，再来10串。我在这里说啊，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他说，哎，蒜是碳水，蒜也有热量，让我来算算蒜的热量。吃一晚上就吃2根花菜。我说你爱咋算咋算吧，一会儿 AA。网上有人说，他说人生就是每天整个2000卡的热量去维持身体机能。其实我不同意。我觉得数字是冷冰冰的，哪怕是在形容热量，在我心里吃饭是个很浪漫的事儿。有一次我心情很差，我突然特别想吃那个顺德鱼生，我立马坐飞机去了广州，坐高铁到顺德，出了高铁站打车去店里面。没一会儿鱼生上来了，但不能吃，得拌上新鲜的葱丝、姜丝、芋头丝，撒上花生跟芝麻，挤上几滴柠檬汁，再浇上一圈花生油。一口下去，鱼肉的鲜甜，蔬菜的清爽，花生跟芝麻的香，柠檬汁的酸，混合着油脂的香气在口腔中迸发出来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所有的不快跟疲惫都被扫掉了。也那一刻，我明白，我在我以后的人生里面，我不应该注意那些琐碎的痛苦，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吃好每一顿饭。想到这里，我对着面前说了一句：“余生。”请多指教。大家好，我是梁成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明飞啊。这2年主要在外地念书，跟老家家人朋友聊天，主要靠发微信。但我发现微信这个软件其实很容易让我变得敷衍，就是朋友转我视频，我肯定不看，哪怕我本来就在看视频，我只会先等1个小时，然后说好好好好好。他说这是我偶像进监狱了，但他发的是语音，我也懒得听，我说笑死。线上有点敷衍，线下也不是很擅长社交。大学有空去讲一讲脱口秀，大一那年省吃俭用攒了1500块钱，瞒着家里去成都打了一场比赛。朋友们，这是场豪赌，因为如果赢了，我就能用奖金买机票回上海。比赛结果怎么说呢？上海，30个小时绿皮硬座也能回。
我上车的时候其实感觉还好，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只要有手机玩，熬30个小时不是问题。上车之后才发现，这辆车有座但没有插座。说实话，我宁愿它只有插座。手机没电之后，我才意识到平时坐高铁还是有点太矫情了。有人外放视频，我就心想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大？但那天，我说这个声音我怎么听不清呢？我发现我其实挺喜欢跟人一起看视频的，烂片我也看。我感觉烂片可能就适合在绿皮放，无聊的人看无聊的片儿。上海堡垒只在绿皮，豆瓣至少9.9。绿皮书能拿奥斯卡，就是因为叫绿皮。我觉得人可能就是在这种环境里才容易看东西感到开心，觉得好玩。我现在特别理解录节目为什么要做得紧，还要收手机，以为自己踏上了通往快乐的列车，殊不知这是一班绿皮儿。但手机陆续都会没电，车厢里会进入真正的无聊。我发现人在真正无聊的时候，平时你觉得奇怪、不合时宜的人和对话也会显得很有趣，甚至有点期待。我当时对面也是一个大学生，印象很深刻，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知道吗？可乐喝多了会让人不孕不育。”这要在微信上，我立马拉黑他。但当时在绿皮上，我说可乐还有这种功能呢。闲着，你展开说说。这里的对话就是完全不敷衍，甚至有点冒昧，但没人在乎。周围人的家乡籍贯、情感经历我一清二楚。我甚至知道一个大哥有扁平足。我当时觉得，如果东方快车谋杀案发生在一辆绿皮上，根本成不了悬案。警察上车随便问个人：“你知道谁干的吗？”我知道。他刚才太无聊了，自己告诉我。在这里聊天，只要足够久，你总会说几句平时不好意思说的真心话。我觉得现在很多虚伪的社交场合，如果在这里办会好很多。比如面试，待6个小时，来面试的 HR 都说实话了。对不起，我学历造假。没关系，其实我们周末也上班，依然般配。只要你说真心话，一定有人真心听，也不用担心没有话聊，因为每一个新站总会有一些新人上车。我们会和他一起看电影，直到他的手机没电。然后我就想怎么再跟他开启一段新的对话，怎么说比较好呢？我说你知道吗？可乐喝多了会让人不孕不育。我发现这句话在车上的意思其实是你好，只要他听完没有骂你，就算通过好友申请了。我越想越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开场白啊，因为它足够纯粹。你听别的你好，打扰一下冒昧，你都感觉很得体，但下句他就要有求于你。而你知道吗？可乐喝多了会让人不孕不育。一听就知道，他都没打算见你第二回，纯聊天。就这样一直做到终点。我说要不加个微信吧，也算最了解彼此的人了。到家之后给他发了一个视频，他说哈哈哈哈哈，然后再也没有联系。我有一个也不是很擅长社交的朋友，听了这段经历还挺高兴的。大2那年回老家，他也做了一班绿皮。上车之后就给我发了张照片，说陈明飞你个大傻帽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我点开一看，我说插座。这种脏东西是怎么出现在绿皮上的？上网查了一下，说2024年开始陆续开始给这种绿皮车加装插座了。我说那以后烂片谁来看？可乐的秘密也要失传了。其实我知道加装插座还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用户体验，让我们更快乐，但还是有点遗憾，就失去了一个社交的世外桃源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陈明飞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简七啊。我今天聊一聊我毕业之后的事儿啊。我毕业之后是来到了上海沪漂，当时没有什么钱，很穷。首先是吃饭得解决。我听说过一个说法，就如果说你跟着农民工去吃饭，你就会找到当地最便宜、最实惠的饭馆。我跟回工地了。就没有钱也没有常识，我在工地门口才想明白，你是不是应该饭点再跟呢？很穷啊，很穷。我来上海的第一站就去了财神庙啊。
财神庙还收门票。买完门票没钱买香了，只能空手拜。别人在那香火一柱，保佑年入千万，一切顺利，他就走了。我偷他的香，我接好运，哎呦，太好笑了！当时就是想找一份包吃包住的工作，然后就想当保安。真的。我后来是去复旦当的保安。不是，这有什么可哇的呢？不是，你们也太学历崇拜了吧？其实我也一样，我为什么去复旦当保安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我想在以后朋友聚会沉默时，我突然说一句自由而无用。他说什么玩意儿？我说没事，我们学校校训。其实复旦不是我的第一志愿，我本来想去迪士尼当保安，当保安王子，把在逃公主全接回来，被迪士尼拒绝了，他们说我没有保安证，我说我会唱 Let It Go 也不行吗？他说，面试就非常痛快啊，复旦面试就非常痛快，面试官只问了我一个问题。他说：“你坐过牢吗？”他问的有点太笃定了，以至于我不知道坐牢他是加分项还是减分项。我脑袋也是一抽，我跟他说：“我可以学。”去复旦校园里准备报到啊，非常开心啊。正美呢，被门口保安拿下了。他说：“你是干啥的？”我说我过来当保安，他说那以后我们就都是同事。我说就非得说是同事吗？就不能说是校友吗？我当上保安，我发现每天早上保安要集合做操啊，队长要教我们指挥停车的几种手势啊。我当时就发懵，我说这怎么还指挥上交通了呢？这是复旦大学还是交通大学？队长说这个是停车啊，这个是左转啊，这个是倒车。教完之后，他开始训话。他说今天我们的任务跟往常一样，校园内他不让停车。我说那刚才教啥呢？你不让停车的手势我见过呀，你就去。我被分配到了巡逻岗啊。我不知道得去哪儿，我就问队长，我说我们应该去哪儿巡逻？队长说你看哪没有保安你就去哪，网吧没有，但里面都是当保安的种子选手。其实我们巡逻就是负责复旦学生的安全啊，但是复旦学生非常安全啊。我们唯一能干的事就是把倒了的共享单车摆正，但是复旦学生素质有点太高了，车倒了他们自己会摆，也就是说我干了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。我每天就在那找活，我就在那找倒了的共享单车。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一辆，非常激动，我这么一扶倒了一排，我非常开心，因为终于有活干了。但是让我非常羞愧的是，复旦学生开始围过来帮我。我都有点急了，我说这是我的活儿啊，你学去呀，你不学我也不学，那复旦开它干啥呀？学生真的太善良了。我记得有一次我站岗，跑过来一个男生，他说校外有一个大爷晕倒了，让我赶紧处理一下。我不能让他白信任我，但我也必须得站岗。我就跟他说，那你当一会儿保安。我把帽子给他戴上。当他向我回礼的那一瞬间，交接仪式完成了。我赶紧找到大爷一看啊，大爷在那睡觉。我又回学校啊，我离远一看，那个学生站得比我精神多了，他在那查别人校园卡呢。我说干得还挺好，换回来吧。他没让我进。
他说我没有校园卡。我说你真是当保安的好苗子啊，有点权利你就知道难为别人。他说就是跟我开个小玩笑啊，觉得当保安挺有意思的。那一刻我情绪非常复杂，就是他能随时替我当保安，我不能替他念书，我会的就那些玩意儿，对吧？你们想，如果课堂上老师对我提问，他说高分子材料在哪个区域有不可替代性，我说这个区域我不负责，你可以问他。啊，老师说你赶紧回去复习吧，我说去。其实那段时间过得非常的孤独，也没有人可以说话，然后我就写成了日记，我给大家念一下。晚上下班了，保安都去钓鱼了，都在河边站一排，河很安全，鱼很危险。我没地方去，我就去对面写字楼厕所里哭，哭完回来才想起来没上厕所。当时很晚了，我路过河边，只剩一个钓鱼的保安了，我们也不认识。他问我要大鱼不，我说不要了，我自己都没地方待，他就给放了。他说做大鱼真好，自由。哎呀，其实也没啥用。我意识到我们是校友。他说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他说完我就去网吧了。好，讲到这了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唐湘玉。今年确实是有进步了啊，有成长了，居然让我来压轴了。啊，还行。其实我这一季呢，没怎么讲家里的事儿，毕竟家里人也改过自新了，不敢上热搜。我三姨还写了封信拍给我，特别感人，那纸上甚至有斑驳的泪痕，这转变也太大了。我拿到手才发现，哦，那是油，我吃饭的时候写的，啊，谢谢三姨给我加油。人是改变了，但家里条件没怎么改善，就有亲戚问我了：“你也有出息了，咋不帮衬家里呀？你没结婚没孩子的，钱都花到哪儿了？”我说：“花到女人身上了。”什么女人？我这个自私的坏女人。太自私了，去年狠狠奢侈了一把，我开始整租了。我相中了一个3层老洋房的阁楼，也不便宜的哈，比祥子那个好多了。我有阳台，但去了之后才知道，那个房东阿姨住在楼下，要求特别多，问了我学历、年龄、工作，又问我几个人住。我说我单身，一个人住。她说那可不一定，谈了朋友，谁知道会带什么人回来住？我说那不会，一个阁楼有什么脸带人回来住？我带个1.8米的，头都没法抬，一抬头顶梁柱。而且他得先让我住，我才能证明我不会带人回来住，不然就是一个薛定谔的问题了。但我不敢再犟了，我怕他以为薛定谔也要过来住。我特别想说，阿姨，我真不喜欢和别人住，如果有可能，我都希望你也别在这里住。他说，哎，就是怕租给了不三不四的。我哪里不三不四的？我人五人六的。我都没说我做脱口秀的，那不得把他吓死呀！反正就是各种挑你，什么一个外地小姑娘不稳定，咱也不知道要多稳定。我在这阁楼里住一辈子吗？就不出阁了吗？还在里边考公务员呀？那以后别人出问题叫塌房，我叫内阁下台。最后我放弃了，我没有租，
因为我发现他没有老伴儿，我怕他带老头回来住。回来路上啊，虽然还是特别的生气，但同时心里又很羡慕这个阿姨。那人家自己的家自己做主，就是硬气啊，就是没素质。我从小其实就很渴望这样能当家做主。我们家逢年过节祭祖的时候，有一个最高仪式感，打纸钱，就是用一张100块钱的现金，在火纸上这么印几下，意思是这个纸就是钱了，再烧给祖宗。这个一直都是我爸来印的，因为我爸是一家之主嘛。但有一次我爸没在家，我妈就急坏了，那咋办呢？祖宗还等着还花呗呢，别失信了。我说那就我来印嘛，坚决不行。他说你爸印的才算数，这叫什么话？我印的就是假币吗？什么叫我爸印的才算数？银行印的才算数啊！最后实在是没办法，哎，让我弟来印的。我弟当时才6岁啊，承受了那个年纪不该承受的压力。20以内减减法还没学会，一晚上印了100多万。但其实我也参与了，我拿了一张5毛的，偷偷印点零钱，我怕祖宗花的时候抛不开。这么多年了，就没有一个孙子想到啊。那时候我就知道了，我弟也是一家之主，我特别羡慕，我也想有这个能力，我就开始锻炼自己，越不让干啥我越干啥，不让我上香，我就在房间里自己点，反正这房子也不是我的。不让我上坟，我就给别人家的坟磕头。也算是磕到了，磕到了。我那会儿一放学就往坟地里跑，磕到老李家的时候还被发现了，被人发现的啊，被人发现了，把李家人气坏了。你自己家没有吗？显得你孝顺呀啊！我就是想知道怎么能当上一家之主。我把户口本都翻出来了，哇，更迷惑了。我堂堂嫡长女，居然在最后一页，我何曾当过倒数第一啊？我爸解释了说，哎，你以后要嫁人嘛，户口会迁出去，放最后一页方便。我直接抽出来了，我自己拿着更方便。我爸说你要造反呀，听听这个用词，谁还分得清他和皇太极？我说我没有，我只想多儿滚。我后来真去问了哈，我能不能当户主啊？说可以，但这房子得是你的，这不巧了吗？他就不可能是我的。旁边有个大哥就建议我了，那你可以让父母过户给你呀。真是个好建议，我咋没想到呢？我不禁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他们要是给我过户，我还用开户；长公主要是能登基，还用夺嫡呀。不夺了，我自己买了。对，现在站在大家面前的不光是一位美女，也将是全村第一位女一家之主。简称大女主。虽然没有买在大城市啊，但还是很高兴的。我当天就去做了一本家谱，以后从我这里单开，我给我自己当太奶，重生之太奶竟是我自己。没有后代也不要紧，反正我早早的学会了印纸钱，也提前磕了很多头，打好关系了。别的不敢说，老李家肯定管我。好，来，谢谢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程潇。其实我一直都非常爱看我们节目。那作为一个前女团成员，我感觉脱口秀跟男团女团一样，更新换代的太快了。每年都有一波新人冒出来，
在这个舞台上啊，付航已经老了，房主任正年轻啊。其实我出道也时间非常长了，9年了，马上10年了，但我也才27岁啊。谢谢。我15岁就去海外当练习生了啊，练习生生活挺辛苦的，但我很要强。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呢，都是报喜不报忧，因为旁边还有人盯着。我不知道他是会中文还是只会思密达，打电话只说场面话，都不敢讲太私密的。这也就是当年，要放到现在，我妈每周接到一通境外来电，电话那头我跟她说，我过得挺好的，不说了，我旁边有人，我妈都得怀疑，不是要成团吗？怎么成团伙了？那有段时间呢，我也是会有情绪不太好的时候，我也不敢跟我妈妈说，结果我老板杜华姐就告诉我妈了。所以我现在就把杜华姐的微信备注改成了杜比音响。从此之后，我妈妈了解我的方式就是问：小杜，成效最近怎么样啊？我听说其实很多喜剧演员也有就是很多情绪上的困扰，内心也是非常敏感脆弱的。但我很羡慕你们，因为我有情绪都不敢直接表达。你们敢直接上台告诉全世界啊！后来我也意识到了，告诉杜华姐就是告诉全世界。但确实有些事情让我妈妈知道了，她只会更担心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左腿骨折了，然后我坐着轮椅去面试的中餐厅，他们都说你这样还去啥中餐厅啊？你该去的是中医院。然后都劝我，你就剩一条好腿了，现在得好好休息。我说剩一条好腿了，我才要努力搞事业。万一要是站起来了，谁见了不得说独立女性？以前我们都是10几岁就去当练习生，然后要出道。那会儿对女团的要求就是青春靓丽，要年轻。总有人制造焦虑。说年龄到了就没有人想看你了，结果发现现在最火的女团是浪姐。我还是练早了，大家说爱豆不能早恋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。那出道之后呢，很多人会对你的外貌指指点点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人说我胖，然后我就减肥。好不容易瘦下来了，别人又说啊，以前那种身材多好啊！我心想，娱乐行业班味儿怎么也这么重啊？喜欢让人改回第一版。从那之后，我就意识到了，我永远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，我不应该身材焦虑，也没有必要因为别人的评价就少吃点管住嘴。该管住嘴的人是他们。哪怕我有段时间疯狂健身、锻炼，维持最好的状态，还是会有很多营销号出来黑我。我感觉他们看我都是戴着墨镜看的。但是现在我看开了，我去户外运动也不涂防晒了，先学会自己黑自己。我的团队说晒黑了怎么办呀？我说没关系，也会有营销号把我从黑的说成白的。我觉得舞台上演员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，不是只有唯一解。像脱口秀演员就是高矮胖瘦都可以，这里审美是多元的。你看刘仁成多元啊！最后希望各位演员比赛都加油，能走到半决赛肯定都是很厉害的脱口秀练习生了。赢了当然是好事，输了也没关系，毕竟比赛也不是唯一的解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程潇。
谢。哎呀，节目都看了吗？好不好看？我也觉得节目非常好看啊，真的看得我激情澎湃的。那节目播出之后，我的生活也发生很多变化，就是收到了非常多的私信，我都有看，因为在座的应该有给我发过的吧？有。有一些很多啊，有很爱我的，表达了一些对我的喜欢，我非常开心。但看到一些也不好看的，有骂我的。我一天在家里，我就坐在沙发上，我就读私信。哎，其中有一条我就读得非常大声，我就在那读，我说：嘻哈，你没有教养，你说话声音太大。我都还没有任何反应，我爸从书房冲出来，谁说你声音大？我都吓一跳，我爸说：“你没有话筒，我都听不见。”我在那个沙发上掏耳朵，我突然觉得这个私信真的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，真的。既然都聊到这儿了嘛，那今天就来聊一聊我的爸爸啊，我的爸爸是一位人民教师啊，很多人听到这个职业就会很惊叹，但是大家真的不要惊叹，就怎么说？我有多不像空姐，他就有多不像老师。真的记忆非常深刻的是，有一次小时候小学我在被同学欺负，剪我的头发，我就还手嘛，我们两个人就互殴起来，结果就请家长了。对方家长一来，来势汹汹的直接问我爸：“你怎么教育的？”我爸说：“谁让你孩子剪我女儿的头发？”对方家长直接说：“剪你女儿头发，她又不痛。”我爸在说：“谁说不痛？她头发都死了，你看不见吗？”然后过来看了我一眼，抓着我剩下的发，你看，还有些没死透的还在哭。对方家长都惊呆了，没有想到我爸会共情头发，然后转过来回过神来，突然对他说了一句：“听说你还是老师，你怎么教育的他？”我爸的哭声戛然而止。当时他就叹了一口气，走出门外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就进来了，抬手看了一眼手表，对那个家长说：“哈哈，5点半了，老子下班了。”现在老子只是一个父亲。哎，真的很酷，对吧？当时对方家长说：“你燃什么？”我爸说：“我现在就把你儿子头发剃了，反正他也不会痛。”对方家长拖着小孩就跑了。我当时站在那觉得我爸好帅，我说我爸上班是李老师，下班是理发师。而且那一次事情过了之后嘛，我就一直很想感谢他，就总想为他做点什么。就有一次放学回家了，我就乖乖在家把他的拖鞋摆好等他回家，但家里的小狗老是跑过去把鞋弄乱嘛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摆了好多次没有耐心了，最后就用502把他拖鞋粘好固定。爸爸回家一开门，看到门口摆着整整齐齐的拖鞋，热泪盈眶。穿上去的那一刻，欣慰的笑了。迈出去的第一步，门牙断了。他艰难的爬起来，开始张着血盆大口开始追我，特别像个密室的 NPC， 你知道吗？我俩隔着茶几在那周旋，眼看我马上就要被爸爸抓住了，我爷爷突然从房间里出来，对我张开双臂说：“过来，不要怕。”我一下扑进爷爷的怀里，那一瞬间安全感爆棚。1秒钟之后，我爷爷把我转了一个方向，对我爸说：“快点，抓住了，来！”但真的，尽管我那么调皮啊，我爸爸和我妈妈其实一直很支持我做我喜欢的事情。当年就是一意孤行的去当空姐，他们也很支持，也很开心。然后有一次他们去旅游的时候，就偷偷买了我飞的那一班航班，没有跟我说。我当时在飞机上看到我爸爸那一刻，我都吓到了。我爸给我眨了一下眼睛。我不敢说话，那个时候我刚飞，我太小了，我就回到工作间。起飞之后，他就找我要了一杯橙汁儿，我送到他手里，转身还没有走2步，突然就听到我爸用巨大的声音在客舱朗诵。他喝了一口，他说：“啊，好甜呐！”天哪，这个公司的橙汁太好喝了！这个空姐妹妹服务太好了，我以后只坐这个公司的飞机。当
时周围旅客都盯着我爸爸，以为橙汁的供应商来了。早知道他这么能广播，我就该给他统一春福焙茶。啊！我爸一拿着就这个牌子的茶太好喝了，3重焙火，口口生香，我以后只喝这个牌子的无糖茶。哎呀，没有想到我爸居然可以接商务了，真的。但记得这个就是小学的时候啊，但我这个性格，当时我们班上有个老师就会特别的针对我，他觉得女孩不应该这个性格，然后课堂上无论谁讲话，他都会认为是我，也不听我解释，直接让我滚到外面去站。我就特别不喜欢他。有一次他考试，我就故意交白卷，我想气死他。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哪里来的自信啊，可能我爸的比他先气死。老师让我把卷子带回家给我爸签字，我不敢，我就拿回家模仿我爸签字，最后还是被发现了。我爸爸过来直接把卷子拍在桌子上说滚过来，我当时就跪下了。我一边跪一边滚，就前滚翻。我边滚边承认我的所有错误。我说爸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气老师，再也不跪交白卷，再也不骗人了。因为这么翻滚到他面前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已经把所有的错误都主动承认完了。我爸低头看着我说：“你刚刚说的那些，我都能理解你，我不怪你，因为是你的老师针对你，你委屈，我都理解你。”我当时抬头盯着他，那么理解我，为什么让我滚呢？我不理解。我爸说：“呵呵，不理解是吧？我叫什么？”我当时抬头看了一眼我面前这个男人，我觉得又熟悉又陌生。我说你叫什么？他说站起来，把我的名字大声读出来。我说李学军，木子李，学习的学，军人的军。我爸说来，过来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写的什么字。我一过去，卷子上洋洋洒洒3个大字：李学车。我爸说，我学车，我学什么车？你把我那个军字上面的土宝盖给我掀到哪去了？学敞篷车。啊！怪不得我到你学校去，你们老师都喊我居哥。滚进去，把我的名字抄100遍。我当时就很不服嘛，抄的时候在100个学军里面藏了3个学车。后来那天加起来，我一共抄了400遍。前段时间朋友去我家啊，就跟我爸爸聊天嘛，就开始聊，就说叔叔，其实你不知道，其实我们一直都很羡慕嘻哈有您这样一个这么有趣又好的爸爸。我爸当时在旁边挺不好意思说，哪里好了？这不是一个爸爸正常该有的样子吗？我朋友听完，当时在旁边就说，嗓门确实挺大的。其实这次来之前，我压力也蛮大嘛，因为看了那么多不好的评论，加上又是半决赛。然后爸爸走之前跟我说：“你好好讲，不要去管那些不好的评论，有我和妈妈，你什么都不要怕。”我当时转过去盯着我爸爸，我说：“爸爸，原来你可以小声讲话。”我爸当时说：“当然啦，因为最好的脾气要留给你和妈妈。”谢谢爸爸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嘻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大。没有，我就不是南大，我是北大。大家好，我叫谢谢。我第一赛段在这个舞台上讲了自己的高中，河北衡水第一中学。节目刚播，高中班主任给我发微信，说删了。他说你这样说你的母校是非常恶劣的。我没弄明白，怎么就母校了？啊，我母校不是北大吗？就这个高中班主任，他虽然也是老师，但他和嘻哈爸爸完全不同。他是嘻哈爸爸的反义词，爸爸哈西。比到半决赛，大家都疯了。你们今天回家路上就会突然脑子里蹦出来，爸爸哈西。
但其实我们河北学生从小就会为了考进衡中刻苦努力，可以说是吃得苦中苦，方吃苦中苦中苦。我们从初中管的就很严，甚至会管发型，当时要求男生要剃寸头，长度不超过9毫米，女生运动短发，长度不能过耳。每天一放学，那个场面就是一群猕猴桃混着爱探险的朵拉出来了。我们老师猕猴桃李满天下，还有爱探险的小朵拉。老师说，就是当时如果我们的头发不合格，老师当场拿个理发推子就给剃了。就嘻哈爸爸上班是李老师，下班是理发师。我们老师上班是老师，而且是理发师。他既是 teacher 也是 barber。但其实这是高中3500词里面的。整个过程，我们年级主任会在旁边监督，发型总监。老师说这是为了提升学习成绩，我没明白。哦，9毫米就能上北大，1厘米就上不了。头发失之毫厘，成绩差之千里。我看这教室墙上挂着那个牛顿的画像。顶多是个中专。剃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服从命令。老师让你剃头剃就完了，老师让你学习学就完了，老师让你考衡中考不上就完了。我当时很努力地考进了衡中，然后发现每个教室会安装很多高清摄像头，实时监控我们。就当时老师开班会还能说呢，勇敢做自己，生活没那么多观众。就他们那个监控强度，可能是没什么观众，全是私生饭。在衡中那几年都跟明星共情了，特别希望老师们关注我的作品，远离我的生活。那些摄像头高清到什么程度？那天我们班长在本上写了一句“垃圾学校”，全校通报批评。后来查出来了，他写的是“创造无垃圾学校”，橡皮挡住了几个字儿。我写的是“垃圾学校”。当时是寄宿制的，所以我们学校要求我们每天把被子叠成豆腐块。我不会，我之前在家都不叠被子，我那个被子可以说是豆腐脑。而且我们当时也没有时间每天叠被子，就会准备2床被子，一个盖，一个叠成豆腐块，放在那儿应付检查，叫样被。样被，不样盖。但是其实老师检查的时候也能发现是样被，他们不管，因为这样也算通过了测试。就在老师眼里，我这个被子哪怕是样被，糊弄糊弄也就过去了，糊弄糊弄呢，我这辈子也就过去了。我有时候都感觉没必要找个借口啊，剃头发、叠被子怪麻烦的，干脆老师直接推门进来问我们，服不服？我们说服了服了，那效果是一样的。我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，很听话，我没去过网吧，只上过微机课。小时候朋友叫我去网吧，我说不了不了，没带鞋套。但我高考结束之后，我就发现好像所有的规矩都消失了。我这种服从惯了，反而有点迷茫。没有人给我发号施令，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，感觉自己像一个那种 AI 助手，只听得懂指令，不然我就服务器繁忙。那段时间你要求我帮忙，就不如要求我帮忙。你跟我说能不能借我200呀？谢谢，就不如你给我转200。我那段时间就不太适应自由的生活，我发现自己可以留长头发，也可以不叠被子。我那天甚至鼓足勇气玩了一晚上手机，没事儿。我都有点崩溃了，我说这还有人管没人管了？啊？没人管我造反了，我要做最叛逆的事儿。我对这个世界大声地说，我去网吧。
我现在喜欢单口喜剧，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这种事情。我刚入行的时候上了一个资深演员的大师课，他在课上说单口喜剧就是用批判的眼光去解构权威。第2天，就有学员在台上骂他。我觉得这太酷了，我现在开始学会对这种行为说不。高中班主任给我发微信，我没回他。过了一会儿他又发，我觉得老不回他实在不太礼貌，就把他微信删了。高中班主任现在在我这儿已经没有微信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突破了束缚，除了法律，应该没有什么可以约束我。今天就讲到这儿吧，因为节目组说不能超过7分钟。谢谢大家。大说院。哎，朋友们好，朋友们好，真的，节目播了看了吗？我录节目录2年了啊，上一期播出讲了一个关于痛经的段子，弹幕上还有人在问，他怎么来的月经啊？一个男的。哎，怎么光看得见我的美式前字，看不见我的少女心事？好了。我真的我少女心事太多了。我既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爸爸，也没有上过北大，但是我有一个真的不怎么让我省心的妈妈。我18岁刚刚出来毕业工作的时候，就赶上了我妈妈第1次车祸。不用紧张，她活得很好哈。因为后面还有第2次、第3次，也不用紧张，她到现在也活得很好。我之前一度也就思考过，我妈妈是不是去碰瓷的。我后来发现她就是单纯的运气不好。我妈这个人就那几年经常被车撞，就是一个红颜车祸水，你知道吧？第1次是被汽车撞的，第2次是电瓶车，第3次是自行车。我妈妈现在走到路上要小心一点，滑板车。而且3次都是意外，甚至都是她走在斑马线上被撞的。我都在想，什么意外能来3次？就遇上孙悟空的白骨精，半夜起来开门的诸葛亮，孟母的家，大鱼的门，成都市双流区张女士本人。我还去找人给我妈算过命，真的，那个算命的他说我妈跟路不合。那是我第1次不信命的时候啊。我说那不然让我妈一大把年纪了去当空姐啊。她第1次出车祸的时候腿撞骨折了，我当时赶到医院，隔着病房的毛玻璃，我就看见我妈病床前站着一黑一白2个人。我当时以为我妈要走了，我看清楚过后，我才发现是医生和肇事司机。当时把我气的，我都想直接冲进去骂那个司机。我想说你眼睛瞎了呀！结果我冲进去过后，他们跟我说是我妈没看红绿灯。但是那句话已经顶到嗓子眼儿了，我还是大喊，我说你眼睛瞎了呀，妈！而且我18岁啊，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，我就想问他一个重点的问题，我说你当时是怎么撞到他的？那个司机就说我这么一开，你妈就这么一飞。我说哦，是这么当的空姐哈，是。而且司机是一个中年男人，他看着我当年留了一个蘑菇头，就长得有点像金龟子哈。他说你还是去找个你们家能管事儿的男人来谈吧，我跟你一个小女孩都聊不着。我说没有，我全家都在这儿了。而且你怕小女孩干什么是吧？你怕什么怕？怕我节奏火辣，怕医院太大，怕我太会还价。我们 CDC 就是这样子哈。而且我们家当时真的很穷，我那一年在成都的春熙路上卖衣服，我妈比我好一点，她在一个大厂里面当保洁。我们都是为了生活一心向前冲，就像斑马线上我的妈妈一模一样。我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缠着司机硬要钱，他留个电话号码就要走。我当时凭一个女孩的直觉，我觉得电话号码说换就要换。我说能不能加个你的 QQ？ 因为我觉得 QQ 比电话号码重要嘛，谁会舍得说换就换？你挂等级太难了。我一看他 QQ 3个太阳，我心想这把稳了。而且都到过年了，他还在拖欠医药费。但18岁的我
办法多的是，因为我这么聪明的宝宝，从小就爱喝飞鹤奶粉。聪明的小脑瓜瞬间就来灵感了，还得是飞鹤。不得不说，这个 QQ 真的加的太对了。我发现他的单位就藏在他的相册，我直接去空间里面给他留言，我说你有钱充黄钻，没钱给我妈。你都多久没来看他了？过了一会儿，他同事就在下面给他回复说：“你玩的挺大呀。”啊？你私生女都会发说了啊？第二天他就到医院里面来把钱给交上了，该说不说挺有诚意的，哎，把他老婆也一块带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我没有想到过，我妈妈出车祸这个事儿真的像刮刮乐一样，刮开一次，里面写着再来一次。但她第二次被电瓶车撞的时候，我已经20岁了，心态上成熟了很多。春熙路就是这么磨练人哈。我当时早就已经是我们家里的顶梁墩了，而且我有了前车祸之鉴嘛，我就发现啊，穷人简直太好被打发了。我这一次要拿回属于我的所有，坚决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们家既没男人又没钱。这还好，我从小就在想办法，老子办法多的是，我直接去剃了一个板寸。谢谢，你的板寸是学校给你剃的，我的板寸是社会给我剃的。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金龟子了，我是当年的韩红。我直接去超市里面买了一包最好的烟，我到了医院见着司机，我就开始拆烟，给他递烟，压着嗓子问他，我说：“就你撞了我们家太太。”司机直接被我镇住了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老爷。”一直给我道歉，我就带着他去交钱。当时感觉一切都像2年前一模一样，连我妈被撞的那条路都还是在天府大道，太离奇了。韩红老师听了都要忍不住感叹一句说：“这才是一条神奇的天路。”我妈一看医院里面钱也交上了，太太乐了。但是等这一切都结束过后，我还要骑着我的电瓶车去上班嘛。那天下了好大的雨，雨水就顺着我的板寸往下流，都辣到我的眼睛了。当时我就知道，人还是应该留美式前刺。还淋湿了我的那包软中华。我当时边骑车想哭又不敢哭，因为我必须看清楚了斑马线上到底有没有行人。这个钱不能从哪儿拿的就花在哪儿，对吧？就那几年，邻居老是看见我把我妈抬着进进出出的，我们家的日子呢又越过越好。就总感觉我们是在做什么局，你知道吗？我妈妈的车祸越出越多，我的头发就越剪越短，我肩膀也越长越宽。但确实那几年没有什么人敢欺负我们，我后来也就慢慢习惯留短头发了。我现在之所以敢站在舞台上讲王悦纯女的，是因为我已经不需要短头发来保护我自己了。我现在已经有麦克风了。而且学会扛事儿就要付出代价。你看麦克风为了扛事儿都留的光头。我跟我妈说过，我想写她出车祸的事儿，她说写呀写呀，我这辈子简直太好笑了。因为在我妈那儿没有什么事儿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。我感觉我妈妈前半生真的很传奇，她被撞了3次，居然只是完好微损，简直是我心里面的神奇女侠。我现在甚至都觉得，人一辈子不出车祸才是意外，每一个平安无事的日子才是奇迹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王悦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云。哎呦，你们真是对着我喊好帅，那儿有庞博，要不你们看看。录节目确实变化挺多，能感受到大家很热情。然后我去年为录节目，然后还搬来了上海住，然后就会经常被问说你是哪里人，我每次都很难回答，因为我这个身世很复杂。就是我爷爷奶奶好像是江苏的，我姥姥姥爷是河南人，然后他们是逃难去的东北。
我小时候在黑龙江长大的，上初中我爸妈又带我去珠海上学，但因为珠海房价很贵，我们就住在隔壁中山。我自己上大学去广州待了7、8年，现在在上海工作生活。我脱口秀俱乐部签在杭州。感觉我这辈子就在流浪。别人问我说你哪里人，我说我吉普赛人。然后我爸妈当时刚去珠海，就是开了一家东北饺子馆，生意贼差。因为他们为了省钱，开在了一个偏僻的巷子里面，完全没人。我妈说没事儿，这附近有一家中学，等开学了肯定很多学生来吃。但没有学生来我家吃饭，都在我家门口玩闹。这又不是春晚小品，闹着闹着，哎，饺子，别闹了，咱们帮阿姨包饺子。然后我上大学之后就去了广州，然后毕业之后住广州那种城中村，那种城中村的房子就是楼间距很密啊，24小时见不到太阳。你在亚热带可以感受到极夜，一个东亚家庭北欧风。就这房子中介还能吹呢，说这屋啊，以前人科住过，眼前虽然黑，但前途一片光明。推门进去那是个群租房，我说这怎么人科走了，里面还有5条人呀？哎，城中村的房子家电家具也都贼破，那破空调不好使，广州热的只能睡那种竹子凉席，每天早上起来一身美拉德反应。还有我家那破洗衣机，每次一开它就想逃跑，真的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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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下楼拿个快递，它都快跑到门口了。我每次要用它，就只能按着它跟它一起震。我有一次震着震着跟那个洗衣机共情了，我说我也不喜欢这个家，咱俩一起跑吧。我也想住在有阳台的地方。然后，而且你租房，你就算住得好，也没有什么安全感。我之前有个房子，应该住了2年多，然后我房东是一个河北大哥，他突然跟我说，他要把这个房子卖了，要回石家庄养老。我说那我咋办？他说那你要买吗？我说那我能小刀你一下吗？那段时间临时找房就贼难受，也没啥办法，每天发泄情绪。只能靠听那种很燥的摇滚乐，杀死那个石家庄人。然后来了上海之后，就感觉压力更大吧。你真的很难留在上海吧？那房价都10几万1平。我第一次看到上海房价，我都觉得这房子是用现金盖的吗？就人都钢筋混凝土，上海用美金人民币，就拿一沓一沓的现金砌墙，刷墙直接用黄金。墙一掉皮就给房东打电话说：“哎，这美元跟黄金怎么脱钩了呢？这人民币怎么一直往下掉啊？”有点疯了啊，就是。我有朋友劝我说：“你年纪轻轻不要想那么多，你就努力挣钱，买房落户，成为一个新上海人。”我说：“哎。”我奋斗的最高目标居然是消灭自己的身份，杀死那个黑龙江人。我觉得你哪怕是移民的美籍华人，都还是个华人。你落户上海，新上海人，我都宁可你叫我户籍黑人。而且我发现你这个身份、地方其实都可以换，但你这个胃没法换。就是我在上海最难受的时候，我最想吃的就还是东北菜。但我是以上海的物价吃东北菜，我图个啥呢？你在东北10块钱3个菜，在上海30块钱吃一韭菜盒子。我发给我妈，我妈说：“儿子，这是用啥韭菜包的呀？”我说：“用我包的。”新上海韭菜。然后我改这篇稿的时候，他们还问我说：“于翔宇，你这篇是不是想表达一种诗意的乡愁？”我说：“
说啥乡愁呀？我要愁的事儿多了去了。你说户口、搬家、预制菜，哇，乡愁是一种非常奢侈的情感。我现在看什么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我说李白，你有阳台？你这个新长安人！谢谢你们，我是杨云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阎鹤祥。我这回不比赛，不比赛是因为我这次想来表演。因为我如果比赛的话，我到不了这个赛段。但是其实还是说一个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没参加比赛，是因为今年在备赛的时候，我媳妇儿怀孕了。对。然后那个这也给灯啊。然后那个我这个能力啊，确实没法参加这种激烈的比赛，然后在一边照顾我太太。然后我说我就别来了。但是我是这个节目的粉丝，我参加过，我能做的就是陪着我媳妇儿在家一块儿看这个节目。就我跟你们说，我媳妇儿啊，真的没看过脱口秀。她看第1期的时候，她嘎嘎的乐，就乐得在我们家沙发上打滚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知道，就是一个孕早期的人，他跟你说他乐得肚子疼，你瘆得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在家里，就是吓得我浑身发冷，就我感觉我当时我就像一个企鹅一样，就我希望喜丹就别那么可乐。哎呀，你们节目也看了，就是看到后边的时候，我太太有一点激动，看这个节目，就真的给我吓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夜里3点给我建档那个妇产科打电话。我说那个我太太孕早期，她现在有点激动，有点不舒服。然后接电话是一护士，护士说因为什么？我说因为看那个房主任。然后护士说你要挂房主任号，你直接给房主任打。然后他这个时候我太太就缓过来了，缓过来以后，她跟我说了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。她说阎鹤祥，这个节目我看了11个演员了，你去年怎么进的前10？我说我也是喜剧，我是相声演员。他说就是因为我听过你的相声，你怎么进前10？然后我就瞬间觉得，就我刚一当爹，就我在这个节目就没有位置了，就我瞬间就没有爹位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说就冲这个话，我说我一定来这个节目，我得演一场，我得证明一下，啊。然后我来这节目以后，我跟导演组说，我先找房主任。然后导演说为啥？我说我挂他号了。然后我见着房主任，我说房主任，我说你那个第1期节目我看了，非常不错。但是啊，以我去年在这个节目叱咤风云的经验啊，你后期储备也是个问题。但是你记住，人终生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。如果最后没有那么理想，不是房主任不能战胜他们。是房主任不能战胜房主任，防不胜防嘛，是吧？然后房主任说：“阎老师，您爹味儿又回来了。”然后房主任他说了他出走的决心啊，其实我去年也是有这方面的表达，但是我必须得回去，因为我社保确实在相声界呢。但是你们。就真的不知道这1年，就是相声界都对我做了什么，就是他们逼我在相声园子说脱口秀。我说好，可以。我说给我一个手麦，他说主持人还得用呢。我说你把边上这麦拿走，他说于谦还得用呢。然后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我们的封箱的开场。原来是耍狮子的，现在是我的脱口秀。就耍狮子是3个人10分钟，我1个人5分钟，就降本增效，真的。然后大家对你那个状态真的是阎鹤祥来说脱口秀，说，就说你的对指点。
说完我们给你指点指点。你要说的不好，我们就对你指指点点。然后我离开封疆以后，我又去了好多卫视，我跟他们说我想说相声，然后他们找来庞博跟我说了个相声。我说我离脱口秀能不能稍微远一点？然后我去春晚，我演了个 sketch。然后现在我在喜剧界有一个外号，我叫三姓家奴。就是你从你的对指点回去以后，你发现你变成了一个新的异类。但是我这一年，我反复又想再沟通这两个行业。我见到一个相声演员，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你知道脱口秀真的跟咱们有什么区别吗？”我说：“第一，他们真的让更多的女孩上台讲笑话了。我说第二。”他们真的不许用别人的段子。我说第三，他们的行业的明星应该是那个最可乐的人。我说第四，就是你长成刘仁成那样，只要你有作品，你也是流量。但没有什么反应，然后我又咔咔咔，我又跑到脱口秀这边。我说我跟你们说啊，相声它也是一个内容驱动的东西，大褂这些东西都是它的形式。这个世界上除了大夫以外，没有人一定拿大褂当工作服。然后我们也不靠衣服的这个材质来区分我们的等级。我说那个是圣斗士。我说我们也不靠这个衣服的颜色论资排辈儿，我那个是葫芦娃呀。依然很纠结，就是我去年在这个节目舞台上的一些不适，包括我今年回去以后的一些不适，你发现你找不到一些自己的共情的点，就直到有一天，我刷短视频的时候，我刷到了一个虐待福寿螺的视频，这就是我。这种不适是因为把你当成了入侵的物种。我被他们非法引进，恶意放生，做成解压节目发到网上。然后后来想，我对跟入侵物种是有什么共性吗？我又看了好多，我看了小龙虾、罗非鱼，我还看了牛蛙，我确实都很肥美，这就是。但后来觉得我不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入侵物种最大的威胁，它危害当地的物种多样性。但是我觉得我丰富了这个舞台的表达多样性。我觉得脱口秀这个舞台最大的魅力是它有如此丰富的表达，且容下了那么多的表达多样性。就像你们现在又听了一个没有那么多炸梗的相声一样。但其实都不重要，我说的没有那么可乐，是为了让我媳妇儿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歇一会儿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阎鹤祥。